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这里是徐人梦啊。今天还是每周挑战啊。开始之前，先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集成汉化模组被小人举报下架了，并且最新消息是恢复不了了啊。可能有的新玩家或者是原版玩家没有听说过这个啊，我简单说一下。这个模组是简中社区10几个翻译者几年来共同努力的成果，翻译文献1000多个，总字数近100万，订阅人数高达5万人的模组。包括我之前翻译的几个模组也在其中，就这么没了。目前呢，大家可以先在查看我的订阅中取消订阅旧的集成汉化，然后攻防搜索集成汉化或者是收复失地之类的字样，订阅新的集成汉化。这个是目前暂行的解决方案，当然了，也有可能是最终的方案。具体的原因和经过呢，非常的恶劣，大家可以通过我的近期动态去了解一下。请大家为所有的社区奉献者发声，携手保护我们的社区生态。好了，严肃的环节结束了，接下来是本期的视频内容啊，每周挑战。首先说明一点啊，这周的挑战难度挺高的，新手玩家非常不建议尝试。维丁伯爵阿卢西安，阿卢西安呢是一位保加利亚文化的东罗贵族，曾经在1041年短暂的担任过保加利亚皇帝。T 社吃书把这个吃掉了，但是吃的也确实没有问题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且听我娓娓道来。这个保加利亚皇帝啊，严格来说是沙皇。沙皇呢是当时东罗皇帝查士丁尼二世在705年的时候封给了当时的保加利亚国王，然后他呢一直没有怎么用过，但确实是和罗马皇帝同等级啊，属于是帝国皇帝啊。直到后来913年时的这个保加利亚国王西蒙一世才正式的使用这个头衔，君士坦丁堡的牧首为其进行了帝国加冕仪式。然后当时这个东罗皇帝啊，那就后悔了啊！你什么沙皇呀？你凭什么跟我同级啊？200年前的前人封的，我不认啊！然后又打仗了，打了10年，东罗皇帝又改口了啊！前人封的，有史为证，我肯定认。就这样子啊，925年的时候，保加利亚国王西蒙一世正式封为了沙皇，保加利亚人的皇帝啊！但是西蒙自己啊，又额外加了一个罗马人的皇帝。东罗再抗议也没有用，毕竟打不过西蒙。再之后，保加利亚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国运被西蒙透支干净了。直到1015年啊，我们的主角阿卢西安的父亲伊凡谋杀了他的表哥，当了沙皇。从这个时候开始，可谓是连连败退啊！就连伊凡打了3年之后，也战死在了沙场。篡位来的这个沙皇伊凡死之后啊，第一保加利亚帝国就灭亡了。但是这也才1018年啊，那么阿卢西安这个1041年当了沙皇，那是什么呢？1018年这个阿卢西安的父亲伊凡死之后啊，那军队没有死完呢由伊凡的长子普雷西安二世继续带领，然后阿卢西安呢也跟着这个大哥混，但是也就抵抗了不到1年啊，同年就向这个东罗投降了。之后阿卢西安加入了东罗贵族的行列啊，在这个东北部做总督，可谓说是混得风生水起了。之后为了钱财啊，还和当地的亚美尼亚贵族结婚了。为什么这么顺呢？因为当时的皇帝米海尔斯是有癫痫，帝国呢都是由一个叫做孤儿约翰的太监掌权游戏也可以看到这个米海尔有一个附身特质，而这个阿卢西安和这个太监关系好，所以才这么顺。到了1030年太监不喜欢他了，所以阿卢西安就被剥夺了一切的资产，还有巨额罚款什么的，回到解放前了。之后又过了10年，突然有个人站出来说自己是这个沙皇后裔他的名字叫做塔佩尔，他起兵造反了，并且自封是这个保加利亚沙皇。这个沙皇头衔短暂的又出现了。阿卢西安一盘算，这个塔佩尔自称是自己爷爷的兄弟的孙子那你不管怎么说沾亲带故嘛自己就去投奔去了。打了1年，打到了1041年，然后阿卢西安觉得好像反不成，打不赢呢所以就趁这个塔佩尔喝多了，割他的鼻子，戳瞎他的眼睛众所周知，按照东罗的规矩呢，身体受损约等于没有正统，没有宣称了。所以阿卢西安又继承了这个沙皇头衔。那么继承之后呢，为什么 CK3 里没有写这个继承经历呢？你还真不能说批社魔幻历史，因为他所谓继承了沙皇头衔之后带着军队杀向了东罗的军队两军阵前，他叛逃对面了，陛下先降了，给东罗皇帝磕头道歉，放弃了沙皇头衔头衔就算是还给了塔佩尔。你可这个时候你来不及了呀，那塔佩尔已经被阿卢西安折腾成废人了呀。
啊，很快叛军和塔佩尔就都被杀死了。阿罗西安叛逃的奖励呢，是他的这个土地和财产就被归还了。到这里呢是1041年，之后到1066年，这25年就没有可靠记录了。再来看一下挑战内容啊，伯爵阿卢西安56岁，这个出生时间不准确，只是预估的年纪。要解锁成就的话是白手起家，从伯爵开局当上皇帝啊，难点大家应该都看出来了啊，56岁年过半百的伯爵要当皇帝。好了，开局看一下吧。暴食、狡诈、贪婪，这仨呢是固定的特质啊，有2个是罪恶。军事15估计是看他啊一直热爱打仗的份上给的。谋略8，毕竟会暗杀割人鼻的也行吧。外交1，管理4，学识3啊，这看着就很废物了。默认军事中线点满，骑士走了左线4个点啊，这个不用管了。先切一个财富重心啊，当然了，不是为了赚钱，之后我们会提到的。配偶选择非基督教的，这个是重点，不然的话离不了婚。毕竟这个暴食和狡诈都是这个罪恶特质。最好的选择是17点谋略，哎，还行，挺合适的。这里改为宫廷谋略，这有19谋略了，哎，很不错。接着呢，想当皇帝，你起码自己得是个将军啊。现在自己是这个维丁公爵的伯爵封臣，这个肯定不行。这样子啊，花100影响力给自己加到帖萨罗尼迦的继承中。帖萨罗尼迦3块伯爵里都有特殊建筑，还有金矿，可以说是水至丰、草至美之地了。刚好这个分数啊，超过了原继位者1分啊，刚刚好啊。跑一下时间啊，结婚庆典拿了75块钱。接着呢，我们直接强迫现任将军离职，14成功概率，加上透支200块钱和600影响力，64的概率。好，开局半个月，我们当上了帖萨罗尼迦的将军。因为帖萨罗尼迦的富庶，我们甚至直接晋升为了豪族。马不停蹄出发去君宝朝圣，也算是看一看将来自己的首都。路上多经过一些和管理经验值相关的点，这个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到时候回家可以直接点一个管理的技能点了。闲时无书，一笔带过。7个月后，我们已经从君宝回家了。回家之后处理了当地一起买卖圣职的事件，给了70块钱，哎，好事儿。然后是技能啊，点出一个能者居之，可以宣称权位了啊！不要停，直接向巴西留斯发起宣称权位的计谋。成功概率低不要紧啊，掏出自己的儿子啊，为他找一个谋略高的妻子。最高的这位32的谋略非常合适。结婚后请儿媳来做间谍首脑，改为支持计谋。然后再看一下影响成功概率的因素啊，每1点学识加2成功概率，每1点谋略加1成功概率。那么说明该离婚了啊，因为是异教徒啊，所以说牧首非常支持我离婚啊。离婚后大家找一个学识最高的老婆啊，这里可以不限制宗教了，因为不需要再离婚了。26学识啊，很不错，结婚。这里改为赞助文化企业啊，我有20学识了，成功概率暴涨到了55，之后再拉点同谋就稳了。好，第一个同谋拉到了奥普提马通将军，现在的成功概率啊70。哎，变得肥胖啊，这个很要命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因为阿卢西安有暴食，很容易变得肥胖，然后肥胖的话有健康惩罚，有了这个健康就3.0以下了，然后3.0以下呢，每个月都有可能因为年迈暴毙而亡。另外有个有趣的地方啊，我之前试了几次啊，在阿卢西安做这个伯爵的时候啊，我就不太可能变得肥胖，但是在当上了将军之后啊，就特别容易发胖变得肥胖啊，就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位将军。在肥胖的这一刻啊，要立马在决议中点这个减少体重，这个一定要第一时间点。研习谋略之道也要点。好，5点优势了，差不多用了3年时间，可以实行计谋了，69成功概率，这个已经很高了。主要是计谋暴露了，没有暴露的话，巴西留斯是其他对策，有100概率的。好，成功了，我得到了东罗帝国强宣称。生活方式这里再点一个金钱义务，等会儿冷却到了我们切医学。兵士这里的话拉一个射食机，等一等补员啊，不着急开战。好了，差不多了，生活方式冷却也刚好到了，切了个医学重心，把命先续上。现在的东罗不仅东边有塞尔柱入侵，西边还有老狐狸罗贝尔军队在肆虐伊比鲁斯，东罗军队只有2600，而且还都在东边和穆斯林打仗。好机会呀，该反了。直接宣战拿宣称的话，因为威望不够啊，会掉级到这个丢人现眼啊，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发起一个宣称派系，宣称我的东罗头衔，然后再这个索取要求，这样子就不会掉级的威望了。
1071年11月8号正式开战。特殊佣兵能雇就雇，毕竟他们是要打整场的，质量也高。普通的雇佣兵啊，也雇一个最便宜的，冲一冲人数。从周边开始慢慢的攻城啊。大家可能会问啊，UP， 你为什么不直接去登陆君士坦丁堡呢？现在的版本啊，这君堡的守军有5000人，攻这个非常不现实。攻了1年多，拿下了几座城，东罗军队姗姗来迟。太好了，正愁攻城分数涨得慢呢，战争分数这不就送来了吗？我们回家再拉一队数量多的佣兵啊，然后再冲过去。冲过来之后，东罗军队撤了，小问题啊，之后再找机会抓。又攻了1年，又拿下了几座城，东罗终于忍不住了，领军来了。这边再拉一队最便宜的佣兵啊，2支军队合2为1，这次必拿下。先是截下了东罗200人的援军啊，并且全歼了。全歼之后，东罗主力打算撤退，但是来不及了，直接冲啊！这个可是我们已经攻下了城堡了，丘陵防守，而且还有援兵啊，稳赢的。好，非常好。我方伤亡238人，东罗伤亡1229人，大胜，我军大胜。紧接着又是一场战争爆发，是我们的佣兵啊被抓了，但是很近啊，可以支援到。我方伤亡172人，东罗737人，而且将军被生擒活拿。之后也没有再出什么变故，又是一次丘陵防守战，我们轻松获胜，歼敌近1000人，打了3年啊，成功当上了东罗马的巴西留司，成就弹出，白手起家。至于特殊雇佣兵的雇佣费用啊，那我都是皇帝了，你觉得我可能付吗？大家看一下东罗宝物啊，杜卡斯的家族旗、宗族旗，还有我的家族旗、宗族旗，4D 雕像、水利风琴、圣丁、塔什丁尼皇冠、埃德萨圣像、机械树、所罗门王座。现在是1075年3月份，一共历时8年半。这次的挑战主要核心点倒是不多，首先是阿卢西安年纪大，所以时间要抓紧，减肥这个也要注意，要第一时间开始减。还有第一任妻子要找异教徒，然后公国的话要选收入高的，不然战时的话经济会垮掉。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回到主菜单可以看到挑战角色这里的成就也亮了。好了，这次的每周挑战就是这样子了。感兴趣的话记得3连加关注啊！这里是旭日梦，我们下一期再见。